，so 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一些心得啦 ，OK，to summarize 这整个 trip 啦。So before 你去这个 embark 这个 trip 的时候呢，我觉得有2个东西你可以 download 的，一个就是那个 offline Google Map 很重要，因为你有时候跑到一些山区的地方，它是没有行的，OK， 完全没有行的 ，even 你用你自己的 roaming data， 它也是没有 line 的。And then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Camper Mate 的那个 apps， 因为这个呢可以给你有一个 general view about 哪一个 camper site 好， then 你可以看他们的 review， 然后价钱之类的，还有什么 facility 他们是可以 provide 的。他也是有讲那种 petrol station nearby， 所以你打油的时候你要 plan 好，就是说你不要用到没有油了啦。So 你可以看你附近你要去的地方附近哪里有油站，然后even你要看那个油价哦，有一些人他会 leave 那个 comment 的，不过你要那个 comment 你最好也是要看一下日期，因为有一些可能几个月前因为油价波动很大啦，所以它的价格可能也是 outdated 的，所以把 popular 的地方他们通常都会给一点review 啦，所以你看到很多 comment，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多少油价。So far 我们9月份今年2018年我们的油价我们 so far 看到的都有1块，最低1块5毛多 all the way 到2块多都有所以那个 fluctuation 是蛮大的所以最好你还是比较一下几间，然后你要再找一些比较便宜的来打一下这样。OK， 第二样我要 share 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们租 camper van你们用那个 camper van， 我们的 experience 就是我们是毛衣的啦，但你的 handbrake 它的 handbrake 是有一点麻烦。怎样讲麻烦呢？就是你不是像我们普通的车嘛，我们就按那个钮推下去就可以走了嘛，红色灯那个 brake 灯就没有了。它不是这个是基本都你放完下去它红灯还有可能会在那边的。当你没有留意的时候，你继续加的时候，整个车就会响了就会吓到这样，也会吓到人家了所以要怎么样拉那个 handbrake 有一个技巧啦。所以其实你看到很多 video 它都会教你这样啦。所以你是按了那个钮，把整个 handbrake 拉上来一点，然后你再放下去。但你放下去的时候，你不是一放一点就可以了，你要把整个推下去，推到最低那个红色灯才会没有掉。So far 你用这个 technique 的话，差不多是 99% of the time 是会 work 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要留意的东西。And then 还有什么 challenging 的 route？challenging 的 road 呢，就 so far 我们家是clockwise， so clockwise 是我们走那个 Lake Tekapo 是我们的 first station， 然后我们走去猫口走上去 Lake Harvey， 然后跑去 Queenstown， 然后最后再转一个走到 North 那边，然后再下回来啦，叫 Hokitika， 然后再回来 Christchurch。所以我们 so far 我们觉得前面那段路呢，其实是还蛮好走的，so OK 的。只是它虽然是有一点山路啦，但是它的山路来讲的话，不会说很弯但是到后面那一 part 那个路就开始有一点 challenging 了。是我们从 Wanaka 去 Fox Glacier 那边其实有一段路是还蛮斜的，而且它上山下山这样的最难的就是在那个Hokitika 会经过一个叫 Arthur Pass 的地方，去到 Christchurch， 那边呢就是真的是很斜，而且它斜到那种我踩进那个油它也可以跑到它也是跑30-40这样而已，已经是 max 了那个车你可以听到它已经到那种就是差不多要再踩一点那个 engine 可能要 burst 了这样的感觉所以那边可能要留意一点会有一点危险。而且我主要觉得我的建议就是讲不要太在意后面的车，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免，因为我们 camper van 不能加快嘛，等到后面的车就加很快，等有时候跟到你很贴有时候因为你驾到的时候后面有9辆10辆车在后面跟着你，但是你也不要 panic。是我的建议就是讲，你有在一些空地的话，你就尽量让位给他们，所以你不会这样 pressurize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像这种Arthur Pass 这样慢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会了解
所以你就慢慢就是照样加你的就好了啊，不用觉得紧张。所以那边后面那一 part 呢，如果你们是 clockwise 的话，我还是觉得那边可能要 pay 一点 attention 啊，所以建议换人加，一个人加的话，可能那边就比较辛苦一点了。对。OK，then 我们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 water pump 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水是直接用到零，就是用完为止。And then 当我们装完水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开那个 water pump 的 switch， 但是没有水出来。Yeah。这个是如果你看他的 video， 他其实有讲啊，就是讲有时候那个因为他有一个 machine pump 那个水上来嘛，所以那个东西可能不建议你就是用到那个水用到完了才去装，因为空气会进去，当空气进去有 bubble 了，是那个水就没有办法出来。因为我们 refill 那个 fresh water tank 满了，水也没有出来，我们以为那个 machine 坏了然后我们有一点 hiccup 了，然后我们就去找打电话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叫我们去 nearby 的一个 branch 啦，所以那时候我们在 Queenstown， 所以我们去 Queenstown 那边交给那个 technician 帮我们 settle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讲try， 如果你是有常常煮我们已经是没有冲凉了，已经算很省水了，我们只是洗刷牙那种用水而已，2天我们就已经用完那个水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尽量 check 那个 level，还有一个 bar 来 indicate 你的 water level 所以除了 check 那个之外尽量每一天有了 fill up 那个水就 fill up 因为你去每一个 campsite， 几乎每一个 campsite 都有一个 dump station 的，所以 confirm 你是可以 dump 这边是可以装水的所以那个是建议每天尽量去pump 水啦，这就不要用到那个水没有为止了。OK，then 还有就是当你们去 shop for grocery 的时候 then 他们的 supermarket 都会 provide 一个箱子的，因为不要用 plastic bag 是因为它的 plastic bag 会 charge 的， I think 是 about 15 cents for 一个 plastic bag 啦。 and then 有时候好像我们这一次呢就比较少用我们 camper van 里面的那个厨房的 facility， 因为怕很多油烟，所以我们大多数都会去 campsite 用他们的 kitchen。 所以你要怎样拿那些东西呢？因为你有很多家常的嘛，有 pan 等你的那种 sauce 你的 food 那种，所以我们会去那个 market 拿一个比较大的 box， 你就 everything 全部丢在进去，然后整个 box 拿进去厨房，这样会比较容易啦，而且也比较容易收你的东西在车那边也是。因为你驾着车的时候你的东西不能放在桌面上，因为晃来晃去有时打 break 然后东西会掉到满地都是因为行李有时也会掉出来所以建议就是最好一开始的时候有去 shopping 的时候就去跟他拿一个大一点的 box， 就是硬一点的纸皮的 box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因为你买了菜什么什么全部放在里面，然后堆在一起，然后会比较好一点这样放不容易掉出来。而且如果你买手信像 honey food 那种比较容易 pack 在 box 也是啦只是你记得要买 tape 咯，因为他们没有 tape provider 的OK， 还有什么？没有OK，拜拜。